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节目。今天咱们继续讲中国反隐身雷达研发过程系列啊。好，继续啊，昨天是第一集啊，今天是第一章第二节啊。第一章第二节，夜鹰F117A 是怎么被击落的？见过那么多国家的警察或者安保。对于间谍行为咱们中国的警察其实算是比较友善的。我见过最凶悍的，应该算是塞尔维亚的警察，就是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的那个警察那是第一次出国，去到刚刚结束内战的塞尔维亚。大家都知道1999年，咱们在南联盟的大使馆被老美给炸了，牺牲了3位同志，对吧？邵云环、许兴虎、朱颖。爱国的老铁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为国捐躯的烈士列宁说过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血海深仇一定要记住这个血海深仇在2016年6月18号，习大大和夫人彭丽媛在刚刚抵达贝尔格莱德的第一场活动，就是前往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使馆的旧址凭吊在使馆被炸事件中英勇牺牲的邵云环、许兴虎和朱颖的3位烈士说明我们的领导层没有忘记这个国耻勿忘国耻，我们也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好，另外2020年今年2月23号，在篮协主席姚明我们上海人姚明和中国女篮的主教练许利民的带领下，带领着女篮姑娘们一起来到中国驻南联盟的被炸使馆的旧址向为国捐躯的3位烈士邵云环、许兴虎、朱颖敬献花圈姚明是我们上海人他身上一直有一种很正能量的东西我为我们上海人感到自豪。俗话说有仇不报非君子。我现在呢给大家说个段子我这儿段子出就是我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报那个一箭之仇的时候是按照我这个段子的剧本来进行的段子的内容是这样的，我在前面第几集台湾武统台湾系列哪一集我忘了我说过2次了，今天说了第3次这个段子那最近呢，大力武力压迫台湾，开展了北京模式，台湾中线已经没有了随时随地天天飞过去那台湾那边呢很紧张底层的老百姓都在传老公马上要打过来了，那躲到哪里去是最安全的呢？有人说防空洞最安全，有人说不，银行金库中央银行金库或其他银行的金库，有人说不， AIT 最安全AIT 就是美国驻台协会美台协会，里面都是美国人老公不敢打 AIT 马上又有人说不 AIT 最危险了 AIT 99年老公的南斯拉夫大使馆就是被美国人炸掉了死了3个人，一直憋着那个气想报仇呢到时候说不定老公也许美国人把那个 AIT 误炸了呢把 AIT 炸了，到时候也学美国人赔点钱拉倒了，所以千万不能躲到 AIT 去。那大家是啥？那躲到哪里去最安全呢？过了一会儿，有个老者慢慢的说道：台北故宫最安全里面都是老蒋带到台北的宝贝国宝，都是国宝，老公肯定不会去炸故宫的这个剧本老铁们怎么不错吧？是吧？好，现在回到正题继续说刚才的那个那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之后都在传说什么我们拿到了 F117A 的这个机体结构如何，但是很多人都没注意到就是说被称为夜鹰的那个 F117A 世界上第一款那个隐形轰炸机是怎么被击落的说实话，咱们有一说一是咱们的功劳就是咱们的，不是咱们的功劳也不要抢功，是吧？那有传说是中国的雷达帮助击落的，但事实上不是如此不是如此。夜鹰F117A 其实是毛子的S-125防空系统的雷达发现的。那击落夜鹰的呢，说实话在当时跟咱们没有一点关系，咱现在辟个谣没有关系，对吧？那 S-125防空系统的绰号是涅瓦河，北约编号是 SA-3，
那分地空型和海空型啊，那算是老毛子的第2代防空系统，主要用于中低空防空，是打飞机的啊。那最近比较炒得热的那个，前一段时间炒得比较热的那个萨德系统，就是打导弹反导的啊，等一下会提到啊。那封面那个 S-125 防空系统呢，绰号是涅瓦河，刚才说过了是吧？刚才说过了，那说下一点啊。那雷达是军队的眼睛，是吧？这务虚多言。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按照波长的不同，雷达大概可以分成长波、中波、短波和微波这几种。那不同的波长啊，延伸能力和集束能力都有所不同。那简单的说啊，波长越长，延伸能力越强，集束能力越差。那通俗的来讲啊，就是长波可以贴着地表走，但是呢比较容易受干扰。微波雷达急速性强，但是距离短啊。其实移动啊、联通的基站啊，它的本质啊就是微波雷达。这样解释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对吧？你看人家技术大拿啊，化繁为简，把那个比较复杂的那个雷达原理用通俗易懂的话说给我们听了，我也不懂，我也才了解，是吧？继续啊。那想要打飞机啊，首先要看到飞机，这方面我们国家是有着丰富的经验的啊，丰富的经验。那世界上第一次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啊，就是咱们1959年，我们用改进过的那个萨姆2啊 SA-2 萨姆2干掉了那个 RB-57D 那个美国的那个侦察机，对吧？那个时候啊，由于通过采购、研究、仿制毛子的防空系统啊，咱们的雷达水平还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你看1959年啊，就是在战争中啊学习，我们非常解放军最善于在边战争边学习了，是吧？才从小米加步枪一直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个优良传统啊不能丢掉啊，要永远保持的，是吧？那后来啊，那一方面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啊，另一方面呢也是那个部分领导啊思想麻痹大意啊，平时不注意技术储备，那出现了需要的时候才临时抱佛脚，导致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中期，国内的雷达行业发展停滞。你看对吧？满脑子赚钱啊，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是不错，经济是要发展，那你国防不能丢掉啊，是吧？不研究雷达，也不造新雷达，逼着我们厂啊通过生产收音机和录音机来补贴家用。当时的那个全国的那个军工好像真苦死了，真的。那个看过那个动画片，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名字啊，就那个打这个就是描述当时那个军工厂就像乞丐也打着补丁箱要饭，还坚守啊，就是为国那个保家卫国的那个信念，靠着这个信念坚守，这非常不容易啊。虽然表面上的日子也不错啊，但是呢，实质上啊，荒废了宝贵的研究时间，对吧？时间浪费了，去赚钱了，去搞名品了，赚钱了，哪有时间去研发啊？是吧？现在那个电子那个技术一日千里啊，我跟你讲啊，其实空军的领导们啊，从美国入侵格陵兰达，也就是夜鹰 F-117A 第一次投入实战，就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了。只是呢，由于那个时候中美关系还在蜜月期，所以呢，新式雷达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啊，不重视。后来90年代90年代第一次海湾战争啊，就是对吧？美国人那个就是向全世界秀啊，现代战争是这样打的，是吧？让高层领导终于认识到雷达技术的重要性，醒悟过来了。原来是什么？我们原来那个老土，就像现在阿三那帮人啊，天上飞机飞，地下坦克推，然后靠人不一冲，那个战争就是这样打。这个战争思维就完全落伍了，是吧？那高层领导终于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之后，看到了啊，美国人通过高科技战争原来可以这样的，零伤亡，是吧？
那后来所有的后来有那个兄弟院所啊，专门来到我们厂里，找到我们车间的几位老同志共同研究那个方案。正是这些研究让我有机会走出国门这以后再说走出国门，出差、外联、技联，对吧？后面好多内容呢慢慢看老毛子的工业技术很强，但是苏联解体后给老毛子的那个军事工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在雷达方面前面有讲过雷达工业综合了电子、通信、机械等等行业的最先进水平，发现与隐藏就和老鹰捉小鸡一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吧？毛主席说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老美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原来也是这样做的，今后也将是这么做，你才会不落伍，你的那个战争思维就不会落伍，对吧？就是谋打赢，怎么打赢，就是在战争中学习自从老毛子那个前苏联解体以后在科研方面呢，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尤其是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那虽然现在在那个普京的努力下毛子的软件实力大大增强，但是呢，电子科技尤其是在硬件方面所欠的事情所欠的功课太多了，欠账太多，仍然没有补足代差和美国相比老毛子还没有电子方没有跟美国补上那个代差。苏联解体后整个90年代，很多苏东阵营的专家来投奔我们，好，对吧？这个事情我最喜欢了然后呢，那些专家呢进入到从北到南各个研究所和工厂，他们带来了很多新技术、新信息、新想法，这些都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而且价格便宜，是吧？带来的图纸都是论斤卖的，很便宜的，没人要，废纸。对于一般人没用的人说是废纸一张，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价值连城，对吧？我们当时的厂长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也在苏联留过学，知识面广，视野开阔。他没有直接采取买图纸的方法搞短期效益目光没有短浅，目光长远，而是恢复和建立了与毛子几个设计院之间的沟通渠道。那这样那边有了新方案，或者曾经被淘汰的技术或者前沿一些的技术和经验，我们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拿到。那这很要紧很重要。这也是后来国内的几个兄弟研究院所自己承认，在某些领域他们不如我们厂技术实力雄厚的主要原因。对吧？有一句话怎么说？领导要有预见性，眼光要长远要站在一个比较高的维度那宏观视角来考虑这个本厂本单位的那个研究方向，很要紧的。好多人就是所谓的领导目光短浅，只那个眼睛只睁着眼前利益，那时间一长，你看差距就拉开了，然后是这种差距是很难追上的，对吧？老领导在天之灵也一直在守护着我们厂，指导着我们工厂不断前行。你看那好的领导下面的人一直在记着他，对吧？国内也有SA-3就 SAM3，但是属于仿制和改善，在没有成建制，然后也没有成建制的装备部队。那个原装的苏联的 SAM3 配备了3部雷达，一部 C 波段探测雷达，一部 I-D 波段跟踪火控雷达，跟踪火控制导雷达，一部1波段测高雷达。虽然国产化的 SA-3 雷达并没有大量装备部队，但是探测雷达和测高雷达基本上是沿用了毛子相同的设计。火控雷达还做了一些改善，并应用于红旗61红旗61那个雷达是防空导弹系统上面波黑战争爆发之后前南斯拉夫大量的 SA-3 受到美军电子战飞机的压制部分雷达系统损毁严重。说白了，现代战争拼的就是消耗，拼的就是国力，是吧？毛子的备件不足零配件不足，那因此呢，是邀请中国方面帮忙维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厂得到了相关信息那陆续派出人员进入前南联盟地区，帮助恢复
AC-3、AC-7的雷达系统。好，第1章第2节讲完了，老铁们喜欢的就点赞、订阅、转发、留言，谢谢大家。